签了离婚协议的，大的儿子给我，女儿给他我们买的那个房子也给他，突然之间就把我的脖子给勒着，他很坚定的说我们2个就今天下午必须死，把那些农药全部给拿出来，就说必须死，让我把那些我能借的钱全部借出来拿给他爸爸，等我想办法把他安抚住以后，就第一时间去派出所报警。那些22号的凌晨，我妈就打电话给我，她让我赶紧报警，她说刘仲杰把2个小孩给毒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欢迎来到小薇说案。在这里，我们聚焦中国热点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，用故事讲述案件，用细节还原真相。小薇说案，让每个故事都有答案。家是孩子的避风港，可有些父亲却成了孩子最大的噩梦。2025年5月，贵州凤冈县，一个男人带着10岁儿子和7岁女儿吃了顿烧烤，玩了滑梯，拍了温馨的视频，并配文最后的狂欢。可仅仅几个小时后，他就骗孩子喝了这个能见妈妈，把3瓶敌敌畏强行灌进2个孩子嘴里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他为何要对亲生骨肉痛下杀手？3次报警都没能拦住的这场悲剧，到底为什么会发生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场悲剧背后的真相。故事的开端要从2014年的广东东莞说起。来自四川达州的20岁姑娘黄飞和来自贵州凤冈21岁的刘仲杰在电子厂打工时相识了。流水线枯燥的日子里，性格内向的刘仲杰主动追求了黄飞。年轻的姑娘离家在外打拼，觉得身边有个能说上话的人相互照应也挺好，就答应了交往。可这段恋情从一开始就不被双方父母看好。黄飞的家人觉得刘仲杰看着就不上进，可命运却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。2015年，黄飞意外怀孕了。那个年纪的姑娘，面对肚子里的孩子，根本没勇气选择放弃，父母也只能松口，既然怀了，就结婚吧。2016年，两人正式登记结婚。谁也没想到，这场因怀孕而起的婚姻会成为黄飞一辈子的噩梦。婚后前2年，日子还算平静。儿子满周岁后就被送回贵州凤冈老家，交给刘仲杰的父母照顾，夫妻俩继续留在广东打工。可自从2017年小女儿出生后，刘仲杰的本性彻底暴露了。他变得越来越懒，工作从来没个长性，一份工干2-3个月就辞职，要么在家躺平打游戏，要么就泡在网吧里不出来。家里的经济重担全压在了黄飞一个人身上。更让人崩溃的是，刘仲杰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，输了钱就伸手向黄飞要，不给就吵架摔东西，后来甚至发展到动手打人。黄飞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，可看着2个年幼的孩子，他只能一次次忍下来。刘仲杰的父亲后来还替儿子辩解，说他只是玩玩斗地主，从不赌钱。可黄飞展示的家暴淤青照片，还有邻居偶尔看到的争吵场面，都在诉说着这段婚姻的不堪。2024年5月，为了照顾上学的孩子，黄飞回到了凤冈，租了房子，找了份直播唱山歌的工作，每月能赚4-5千块，比在外面打工强。可这也成了婚姻破裂的导火索。刘仲杰看着他在直播间用宝贝称呼打赏的粉丝，心里醋意翻涌，认定黄飞出轨了。不管黄飞怎么解释，这只是为了赚钱，从没私下见过网友，他都不听。猜忌和争吵愈演愈烈。2025年5月17日，黄飞正式提出离婚。可他刚说完，刘仲杰就红了眼，拿刀抵着他脖子，用鱼线、绳索，甚至孩子的红领巾绑住他的手，威胁敢离婚就杀你全家，关在屋里不让出门。直到第2天，黄飞趁他洗澡时才逃出来，慌不择路地跑到县城一家宾馆躲了起来。
可刚落脚2分钟，刘仲杰就跟着敲响了房门。他竟然悄悄尾随他找到了这里，这就引发了第一次报警。5月18日深夜11点54分，刘仲杰见黄飞不肯开门，自己拨打了110，说妻子因家庭矛盾离家出走，请求警方帮忙寻找。警方赶到后，带着刘仲杰隔着宾馆房门沟通了半天，黄飞始终不肯开门。后来黄飞怕再被纠缠，就连夜换了另一家宾馆住。本以为事情能暂时平息，可没过2天，刘仲杰突然通过警方传话说同意离婚了。黄飞半信半疑，可想着能尽快解脱，还是答应直接在民政局见面。5月20日，两人签署了离婚协议，房产归刘仲杰，儿子由黄飞抚养，女儿由刘仲杰抚养。当天正式进入30天的离婚冷静期，可这离婚全是缓兵之计。签署协议的第2天，刘仲杰就以不会给孩子辅导作业为由，让黄飞回家。黄飞心软了，他太久没见孩子，也确实想念孩子，就回了家。到了中午，刘仲杰突然勒住他的脖颈，再次把他绑起来，逼着黄飞承诺不离婚，并让黄飞在网上给他贷款，随后又拿出一瓶农药，威胁说要同归于尽。黄飞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能假装答应放弃离婚，先稳住了刘仲杰。5月21日下午3点03分，黄飞趁机逃脱，跑到派出所报案，说自己被丈夫捆绑，拿农药威胁。这是第2次报警。警方赶到后，对刘仲杰进行了批评教育，黄飞也趁机再次逃离了那个家。可黄飞的弟弟黄先生得知后越想越怕，姐姐说刘仲杰买了好几瓶敌敌畏，还扬言要杀人。5月21日下午6点27分，放心不下的黄先生在外地拨打了110，这是第3次报警。他还把姐姐受伤的照片发给刘仲杰质问，对方却只说要去医院检查才认可。3次报警，警方每次都介入了，可谁也没料到刘仲杰下午又买了3瓶农药，心里的杀机早已疯狂到无法遏制。5月21日晚上7点多，刘仲杰来到父母家，说要带2个孩子出去吃好吃的。爷爷奶奶看着孙子孙女难得跟爸爸出门，挺开心，根本没多想。他带着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先去吃了烧烤，又陪他们玩了滑梯。孩子们好久没这么尽兴过了。妹妹把鸡翅夹给哥哥，哥哥把肉串分给妹妹，脸上满是天真烂漫。他们不知道眼前的父亲心里正盘算着残忍的谋杀，更不知道这顿烧烤，这场玩耍是爸爸为他们准备的最后的晚餐。当晚10点，刘仲杰把和孩子的合照、视频发到抖音，并配文“最后的狂欢”，这成了孩子们留在世上最后的笑脸。回到出租屋后，夜里孩子们想念妈妈，奶声奶气地问：“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”刘仲杰拿出早就准备好的3瓶敌敌畏，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，骗他们说：“乖，喝了这个就能见到妈妈了。”农药的刺鼻的气味让孩子们觉察到不对劲儿。10岁的儿子已经懂事儿，7岁的女儿也拼命摇头躲闪。可刘仲杰被报复的念头冲昏了头，彻底没了人性。他见哄骗无效，就强行把农药灌进孩子嘴里。2个孩子拼命挣扎，小小的手把枕套都抓烂了，满地都是呕吐物。女儿到死眼睛都没能闭上，脸上还留着农药灼烧的痕迹。而刘仲杰站在一旁冷眼旁观，甚至拿起了手机拍了照。5月22日凌晨2点03分，他看着没了气息的孩子，喝下剩下的1瓶农药里的少量药液。可他根本不想真死，只象征性的吞了几口。随后他把遗书发到家人群，还单独发给黄飞的弟弟黄先生。我跟娃儿说，喝了这个能见到妈妈，他们毫不犹豫地喝了。转告你姐，让她来替娃儿收尸。黄先生看到遗书后疯了一样报警。刘仲杰的住处离派出所很近，民警几分钟就赶到了，可一切都晚了。2个孩子抢救无效死亡，
而刘仲杰经抢救活了下来。当黄飞赶到殡仪馆，看到孩子乌青的脸、脖颈上的尸检刀痕，当场崩溃大哭。后来他回出租屋收拾遗物，屋里的农药味久久不散，抓烂的枕套，满地的呕吐痕迹，成了他一辈子的噩梦。2025年8月21日上午9点，该案在凤冈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，因涉及未成年人隐私，未公开审理，庭审持续至下午1点，未当庭宣判。法院宣布择期再次开庭。据黄飞透露，庭审结束后，警方曾找其补充笔录，核心原因是刘仲杰在法庭上重点陈述离婚系女方出轨所致，试图将责任推给黄飞，但未提供任何实质性证据。截至2025年11月，案件仍处于2次开庭筹备阶段，尚未作出一审判决。黄飞已明确表示将在下次庭审中与刘仲杰当庭对质，驳斥其出轨的指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双方已于5月20日签署离婚协议并进入冷静期，但因案发后婚姻关系尚未正式解除，黄飞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，其核心诉求集中于判处刘仲杰死刑。而刘仲杰家属的言论更引发众怒，他们继续散布女方过错导致悲剧的说法，甚至有人称刘仲杰太爱妻子才犯错。这番言论瞬间点燃网友怒火，全网对这起惨案的声讨铺天盖地。虎毒尚不食子，用孩子报复妻子是对生命最彻底的漠视，这种人根本不配为父亲。女方直播赚钱养孩子，男方不承担家庭责任还家暴，现在倒反过来污名化受害者，简直无耻至极。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产，用杀害骨肉的方式报复妻子，这种扭曲的控制欲太可怕了。网友的愤怒不仅指向刘仲杰的残忍，更聚焦于案件暴露的问题，无辜孩子成为成人矛盾的牺牲品，受害者还要被苛责，而本应保护弱者的机制为何没能拦住这场悲剧？刘仲杰的行为已明确构成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，该罪基本量刑幅度为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。结合北京安建律师事务所周兆成律师的分析，本案存在3大从重处罚情节。其一，被害人系2名未成年人，且为凶手亲生子女，属于法律优先保护的弱势群体。其二，作案手段极其残忍，通过骗喝加强灌农药实施杀害，事后还拍摄受害者惨状，主观恶性极深。其三，作案前精心策划，最后的狂欢，撰写遗书，购买农药，属于典型的蓄谋杀人，而非临时起意。对于刘仲杰庭审中强调的女方出轨的辩解，法律层面明确其不影响量刑。周兆成律师指出，即便婚姻中存在一方过错，需满足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标准，如存在严重挑衅、刺激行为，且与犯罪有直接因果关系，才能作为酌定量刑情节。而本案被害人是无辜儿童，离婚原因与杀子行为无法律关联，即便黄飞存在过错，也无法成为从轻理由。警方出具的鉴定报告显示刘仲杰存在应激障碍，但这一结论未影响刑事责任认定。根据刑法第18条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核心是行为时是否能辨认和控制自身行为。刘仲杰作案前带孩子游玩，拍摄视频，留下遗书，作案中精准控制农药剂量，作案后主动通知家属，一系列行为均表明其对行为性质、后果有清晰认知，且能完全控制自身行为，符合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标准。法律实务中，应激障碍与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疾病有本质区别，前者多由外部事件引发情绪波动，认知功能完整，后者常伴随幻觉、妄想等认知扭曲，可能导致无刑事责任能力。本案中，刘仲杰的精神状态更倾向于情绪失控下的蓄意报复，而非病理层面的行为失控。
本案暴露的离婚冷静期适用漏洞引发法律界广泛讨论。根据民法典第1077条，离婚冷静期仅适用于协议离婚，且立法初衷是避免夫妻因冲动离婚。但在存在家暴等高危情形时，冷静期反而可能成为施暴者的作案窗口。刘仲杰正是利用30天冷静期的时间差，以同意离婚麻痹对方，进而实施报复计划。这一问题并非个例。2024年陕西商洛曾出现家暴受害者起诉离婚，被法院私设45天诉讼冷静期的案例。律师指出，此类做法已违反立法法和民事诉讼法，严重限制当事人的诉权。法律专家建议，应尽快明确离婚冷静期的例外条款，对经核实存在家暴、虐待、遗弃等情形的，当事人可凭报警记录、伤情鉴定等材料申请跳过冷静期，直接办理离婚登记。这场悲剧没有赢家，只有2个彻底破碎的家庭。刘仲杰的父亲1天之内送走2个孙辈，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他说自己头至今都是昏的。不管他们夫妻有多大矛盾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我到死都不能原谅我儿子。刘仲杰的哥哥也说，就算对老婆再失望，也不能做违法的事儿，相信法律会公正判决。而黄飞的世界早就塌了，他再也没回过凤冈这个伤心地，每一寸空气都沁着痛苦。他靠每天看孩子的照片度日，头发大把大把的掉，整晚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孩子的笑脸，要么就是刘仲杰拿农药追来的噩梦。他甚至不敢去庭审现场，不想再见到他，无话可说，唯一的诉求就是判他死刑，为孩子讨回公道。2个孩子的生命永远停在了2025年5月，他们本该在阳光下跑跳，在课堂上读书，在爷爷奶奶怀里撒娇，却成了成人婚姻矛盾的牺牲品。他们到死都不明白，为什么疼爱自己的父亲会亲手结束他们的生命。离婚冷静期本身没有错，他的初衷是让冲动的夫妻冷静思考，可当他遇到了极端自私偏执的人，却成了悲剧的温床。3次报警，1次次求助，最终还是没能护住2个年幼的生命。这背后的遗憾和痛惜比泪水更沉重。愿天堂里没有农药的味道，2个可爱的孩子能好好安息，也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。我是小薇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